第121课颜值剪刀。嘿，安娜，你想玩摇滚指剪刀的游戏吗？当然，约翰。为什么不呢？好吧，我们走吧。数到3，1、2、3。剪刀。哈，我赢了。啊，伙计，你明白我了，安娜。3个中最好的2个。好吧，约翰。来吧。好吧，我们开始吧。1、2、3。指。看来我比你领先一步，约翰。该死的，安娜，你怎么这么擅长这个游戏？一切都与战略有关，约翰。而且我多年来一直在练习我的颜值剪刀技巧。好吧，我想下次我得再努力一点。再来一轮。当然，约翰。无论你什么时候，我都准备好了。好了，开始吧。1、2、3。摇滚。是的，我是摇滚指剪刀冠军。没办法，安娜，你是怎么连续打我3次的？告诉过你了，约翰。一切都与策略有关。第122课超级英雄电影。嘿安娜，你看过刚上映的最新超级英雄电影吗？不，我没有。有什么好处吗？哦，是的，太神奇了。特效不在这个世界里，故事写得很好。我不是很喜欢超级英雄电影。他们都是一样的。是吗？没办法，安娜。每个人都是完全独一无二的，有自己的一组角色和情节。我不知道，约翰。他们似乎都有相同的公式。英雄与反派作战，拯救世界，然后抓住那个女孩。是的，但这就是他们如此出色的原因。你可以看到善与恶之间的史诗般的战斗，而英雄总是名列前茅。我想你有道理，约翰。但是浪漫喜剧呢？这些是我最喜欢的。哦，来吧，安娜。Rom-com 是可以预见的。他们的结局总是一样的，男孩得到女朋友，他们亲吻，然后积分累积。好吧，至少他们令人心动和令人振奋。我离开电影院时总是感觉很好。好吧，很公平。我们妥协看一部也有点浪漫气息的动作冒险电影怎么样？这听起来像个计划，约翰。只要不是另一部超级英雄电影。交易，安娜。我会为我们找到一部完美的电影。第123课，我敢打赌我能猜出你的年龄。嘿安娜，我敢打赌我能猜出你在5年内的年龄。真的吗？我对此表示怀疑，约翰。但是去试试吧。好吧，让我看看。你看起来像20多岁，所以我要说25岁。哈，你离得很远，约翰。其实我已经32岁了。哇，我离得太远了。但是，
你一天看上去都不会超过25岁。谢谢，约翰。现在轮到我猜你的年龄了。你好像30多岁了，所以我要说31岁。接近，安娜，但还不完全接近。其实我已经28岁了。没办法，你看起来比那年纪大很多。嘿，这话说的不太好，安娜。我只是在开玩笑，约翰。实际上，与你的年龄相比，你看起来还很年轻。谢谢，安娜。我会把它当做一种赞美。所以，我想我们俩都没能猜出对方的年龄，但至少我们在尝试时玩得很开心。是的，这是一个有趣的游戏。我们应该在某个时候再做一次，但年龄范围可能会更小。同意，约翰。我不想再因为休假7年而感到尴尬。第124课，我吃过的最好的食物。安娜，我不得不说，这是我吃过的最好的食物之一。你在这道菜里放了什么？这只是世代相传的家庭食谱。我很高兴你喜欢它，约翰。喜欢吗？我喜欢它。我觉得我可以在余生中每天都吃这个。哈，好吧，这是你的高度赞扬，约翰。我很高兴你这么喜欢。说真的，安娜，这太神奇了。我觉得自己在一家高档餐厅里。好吧，你不必去高档餐厅就能吃到美味的食物。有时候，最好的饭菜是在家里做的。你说的绝对正确，安娜。我想我以前从来没有在餐厅吃过这么好吃的饭。好吧，很高兴听见。也许我应该自己开一家餐厅。是的，你绝对应该。我会成为常客。哈，我会记住的，约翰。但现在，让我们一起享受这顿美味的饭吧。同意，安娜。我们来深入研究吧。第125课，你能对着镜头微笑吗？嘿，安娜，你能对着镜头微笑吗？当然，约翰。奶酪。不，不，不，那不是真正的笑容。你只是像野生动物一样露出牙齿。是吗？我以为你应该这样在照片中微笑。没办法，安娜。真正的笑容涉及你的眼睛，而不仅仅是你的嘴巴。看，让我给你看。哇，约翰，笑得真棒！你是怎么做到的？一切都在眼里，安娜。你必须想出一些能让你真正快乐的东西，让这种感觉在你的脸上散发出来。我不知道我能否在命令下做到这一点。当然可以，安娜。想一想能让你真正开心的东西，比如在炎热的天气里吃冰淇淋。好吧，让我试试。深呼吸，冰淇淋。哈，就是这样，安娜。那是一个真正的笑容。现在，让我们再拍张照片，看看区别。好吧，约翰。看见了吗，
安娜，这比第一个好100万倍。你看起来棒极了。哇，你说的对，约翰。我从来不知道照片中有这么多微笑之处。这是一门艺术，安娜，而且你已经很擅长了。第126课，天气不错。嘿，安娜，你注意到今天的天气有多好吗？是的，约翰。太神奇了。最后，阳光明媚，温度也完美了。我知道，对吧？这种天气让你想放弃工作去海边。哈，我希望我们能做到，约翰。但我认为我们的老板对此不会太高兴。没错，没错。但是我们随时可以休息一会儿，在阳光下晒一会儿。我喜欢你的思维方式，约翰。但是我们要确保我们不会被晒伤，然后像极致龙虾一样出现在工作岗位上。同意，安娜。让我们带点防晒霜，尽我们所能享受这个美好的天气。第127课，你去过这个博物馆吗？嘿，安娜，你以前去过这个博物馆吗？不，约翰，我没有。但我听说这应该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。是的，我听说他们有一些非常古老的文物和著名艺术家的画作。这听起来很有趣。但你认识我，约翰。我很容易被所有闪亮的东西分散注意力。哈哈，是的，我知道。我必须不断提醒你保持专注。嘿，如果他们在艺术展览中间放一个巨大的迪斯科球，我无能为力。太迷人了。我知道，安娜。但请记住，我们来这里是为了学习和欣赏艺术之美。我知道，我知道。但是我们至少能在迪斯科舞会下快速跳个舞吗？当然，安娜。但是只要确保你不会在移动中意外撞倒任何无价的艺术品即可。别担心，约翰。我是一名职业舞者。我知道如何在不造成任何伤害的情况下突破一个动作。第128课，舞蹈比赛。嘿，安娜，你听说下周要举行的舞蹈比赛了吗？不，约翰。什么舞蹈比赛？这是当的动物收容所的慈善活动。他们正在举办与狗共舞比赛。这听起来很神奇。我喜欢跳舞，也喜欢狗。就像我最喜欢的两样东西结合在一起一样。是的，应该很有趣。但我得提醒你，安娜，我没有任何舞蹈动作。你什么意思，约翰？每个人都有舞步。连我奶奶的动作都有些恶心。好吧，我不像你奶奶那样协调。我可能会不小心踩到你的脚尖或者绊到然后摔倒。别担心，约翰。我会教你一些舞蹈动作。如果所有其他方法都失败了，我们就跳机器人舞。哈哈，我认为机器人舞不会给评委留下深刻的印象。来吧，约翰。机器人舞是经典之作。另外，谁能抗拒一支优秀的机器人舞？好吧，好吧。你说服了我，安娜。
让我们开始练习我们的机器人舞蹈动作。第129课，你想和我一起喝咖啡吗？安娜，你想和我一起喝咖啡吗？我真的可以补充咖啡因。当然，约翰。我从不对咖啡说不。你最喜欢哪一种？我通常只喝一杯普通的旧咖啡，对我来说没什么好看的。来吧，约翰。你必须活一会儿。试试焦糖玛奇朵或南瓜香料拿铁怎么样？那些对我来说听起来太甜蜜了，安娜。我喜欢浓烈而苦的咖啡，就像我的前女友一样。哈哈，我明白你的意思。但有时候，改变现状，尽情享受甜点是件好事。好吧，很好。但是，如果我最后从墙上反弹掉所有的糖，那都是你的错。交易，约翰。如果你不喜欢，我会为你喝。我从不对多喝一杯咖啡说不。听起来不错，安娜。让我们去修复咖啡因，希望我们最终不会像松鼠一样摄入咖啡因含量过高。第130课，你在任何地方见过我的书包吗？安娜，你在哪里见过我的书包吗？我找不到。不，约翰。你检查过床底下还是壁橱？是的，我到处都看了，就像我的书包消失在了空中。好吧，你检查了上次离开的地方吗？我不记得我把它放在哪里了，这就是问题所在。典型的约翰，总是会丢东西。也许你把它放在学校的储物柜里。不，我已经在那里检查过了。也许是在百慕大三角的带所有缺失的袜子。哈哈，非常有趣，约翰。但说真的，你需要找到你的书包，里面有重要的任务和书籍。我知道，安娜。这就是为什么我吓坏了。也许我会穿上我的背包，假装这是我的书包。那行不通，约翰。你会看起来像一只背着家乡的乌龟。好吧，好吧。我会继续找我的书包。也许它会神奇的显得像神奇的消失了一样。祝你好运，约翰。也许你应该从现在开始在你的书包上装一个 GPS 追踪器。第131课，你听说过学校的足球队吗？安娜，你听说学校的足球队了吗？他们刚刚赢了冠军。没办法，约翰。太神奇了。我甚至不知道我们学校有一支足球队。是的，他们已经练习了几个月。我听说他们甚至请了一位著名的教练来训练他们。哇，太令人印象深刻了。也许我应该开始更多的关注运动。你应该，安娜。体育非常适合建立团队合作和品格。但说实话，约翰，我只在乎半场表演和零食。哈哈，我明白你的意思，安娜。但这都是乐趣的一部分。另外，如果没有一些好吃的零食，你就无法参加足球比赛。说到零食，你听说他们在下一场比赛中卖热狗和玉米片了吗？没办法，安娜。你让我吃了热狗。
我一定会在那里为球队加油，然后塞满我的脸。这里也一样，约翰。让我们来表示我们对学校足球队的支持，同时吃点美味的零食。第132课，你以前收到过一束玫瑰花吗？安娜，你以前收到过一束玫瑰花吗？不，约翰。我不能说我有。你为什么问？我只是想给你买一束玫瑰来表达我对我们友谊的感激之情。啊，约翰，你真可爱。但是你不必给我买任何东西。我们的友谊已经足够了。我知道，安娜。但我想为你做点好事。还有谁不喜欢一束漂亮的玫瑰？确实如此，约翰。但只有一件事。我希望你不会像电影里那样给我一打红玫瑰。为什么不呢，安娜？红玫瑰是爱情和友谊的经典象征。我知道，约翰。但是它们太陈词滥调了。为什么不把它混在一起，然后给我一束蓝玫瑰或彩虹玫瑰呢？蓝玫瑰、彩虹玫瑰，那些是真的吗，安娜？是的，约翰。它们是，而且它们比无聊的老红玫瑰更独特和有趣。好吧，好吧，我会看看我能做什么，安娜。但是，如果你最终得到一束蒲公英和杂草，也不要感到惊讶。哈哈，只要它们来自你，约翰，我会永远珍惜它们。第133课，看看我找到的这个气球。嘿，安娜，看看我找到的这个气球，太大了。哇，约翰，那是一个巨大的气球。你在哪里找到的？我在街角找到的。我想有人不小心放手了。好吧，你找到它是一件好事。浪费这么漂亮的气球真是太可惜了。是的，我同意。你认为我们应该用它做什么？也许我们应该把它绑在某个东西上，然后让它在天上飞。这是个好主意，安娜。但是如果它漂浮了，而我们再也看不到它怎么办？然后我们只需要许个愿，希望无论走到哪里都能给我们带来好运。好吧，但我们一定要把它绑在坚固的东西上，这样它就不会漂浮得太快。好主意，约翰。在我们讨论的时候，为什么我们不在上面写一点信息呢？哦，我喜欢这个主意，安娜。我们应该写什么？飞得更高，给找到你的人带来欢乐，怎么样？太完美了，安娜。谁知道，也许有人会找到它，然后它会让他们过得愉快。没错，约翰。这一切都要归功于我们的巨型漂亮的气球。第134课，你看见我的笔了吗？安娜，你看见我的笔了吗？我似乎在任何地方都找不到。不，约翰，我还没看见你的笔。也许你把它丢了。我不可能丢掉它，安娜。那支笔是我的幸运笔。我经历了所有事情。真的吗？
那么你的钢笔就是你的好运符。是的，安娜。每当我随身携带那支笔时，我都会觉得自己可以征服任何东西。好吧，在这种情况下，也许你应该去买一整盒那些笔，这样你将在好几天内保持好运。哈哈，这是个好主意，安娜。但是，如果我的运气用光了，而我全部输掉了怎么办？然后你只需要找到一支新的幸运笔，约翰。也许这次会是一支铅笔。一支铅笔？你是认真的吗，安娜？那不是一种幸运的书写工具，它甚至不是永久性的。好吧，也许你只是没有给铅笔机会，约翰。它们也可以非常可靠。我不知道，安娜。我想我会坚持使用我那支值得信赖的钢笔，而且我一定会从现在开始密切关注它。好主意，约翰。你现在不想失去你的好运护身符，对吗？第135课，现在几点了？嘿，安娜，你知道现在几点吗？不，约翰。我身上没有手表。你呢？是的，我愿意。但是它坏了，所以卡在5点钟了。好吧，我想我们只需要用自己的直觉来分辨时间。本能？你什么意思，安娜？我的意思是，我们可以用太阳的位置来分辨大概的时间，或者我们可以根据我们的饥饿程度进行估计。哈哈，我喜欢这种方法，安娜。那么，你有多饿？我非常饿，约翰。我想说是午餐时间。午餐时间？现在才10点，安娜。那样的话，我一点都不饿。一定是早餐时间。早餐时间？安娜，快到中午了。对了，我忘记了时间真的存在。也许我们应该问别人一点时间。这是个好主意，安娜。让我们找一个不像我们这样一无所知的人。同意，约翰。也许我们也应该投资购买一款功能齐全的手表。第136课，你尝试过日本料理吗？嘿，安娜，你尝试过日本料理吗？是的，约翰。我喜欢日本料理。寿司是我最喜欢的菜之一。寿司？那不是生鱼的东西吗？是的，约翰。但它真的很好吃。你应该试一试。我不知道，安娜。我不确定我准备好吃生鱼了。好吧，他们还有其他选择，比如照烧鸡肉或牛肉。照烧？那是某种酱汁吗？是的，这是一种甜酱油，他们在很多日本菜中都使用这种酱油，真的很不错。我不知道。我喜欢一直煮熟的食物。好吧，他们也有天妇罗，这是一种油炸食品，你可能会喜欢。油炸食物？现在你在说我的语言，安娜。我绝对愿意尝试一下。
太棒了，约翰！谁知道，也许你最终也会喜欢寿司。我对此非常怀疑，安娜。但我会保持开放的心态。第137课，更换灯泡。安娜，你知道换一个灯泡需要多少人吗？不，约翰。有多少人？只有一个。但是灯泡必须真的想改变。哈哈，这是个不错的选择，约翰。但说真的，我们确实需要更换这个灯泡。它已经闪烁了好几天了。我知道，安娜。但是每次我尝试更改时，我最终都会打破灯泡或者感到震惊。好吧，也许我们应该叫专业人士为我们做这件事。专业人士？安娜，这只是一个灯泡。我们不需要为此雇人。我不知道，约翰。换灯泡你似乎运气不佳。嘿，我会让你知道上周我换了灯泡里的灯泡。真的吗？那你花了多少次尝试？我花了几次尝试，但我最终明白了。好吧，也许我们应该坚持使用蜡烛，直到我们想出如何更换灯泡。蜡烛？安娜，这不太实用。我们需要光线才能看见。我知道，约翰。但至少我们不必担心会被震惊或破坏任何东西。我想你有道理，安娜。但是，我们暂时不要放弃更换灯泡。第138课，你以前去过河里游泳吗？嘿，安娜，你以前去过河里游泳吗？不，约翰。我还没有。你为什么问？好吧，我在想在贯穿城镇的河里游泳可能会很有趣。我不知道，约翰。水真的很脏吗？那现在呢？这可能很危险。哦，来吧，安娜。没那么糟糕，而且我们可以小心。另外，想想我们游泳和四处嬉戏会带来的所有乐趣。我不知道，约翰。对我来说听起来不太吸引人。也许我们可以改为去社区泳池。泳池？太无聊了，安娜。我们在生活中需要一些冒险。还有什么比在河里游泳更具冒险精神的呢？我想你有道理，约翰。但是生活在河里的所有东西呢？比如鱼和蛇之类的东西。哦，别担心，安娜。我会保护你免受任何试图攻击的鱼或蛇的伤害。你会保护我吗？你打算怎么做，约翰？用你的游泳技巧击退他们。嘿，我会让你知道我是个很强的游泳运动员，安娜。我会尽一切努力保护你的安全。好吧，约翰。如果你这么说。但如果我被一条巨型鱼吃掉，那就靠你了。交易，安娜。现在我们去拿泳衣，去河边找点乐子。第139课，你以前去过棒球比赛吗？
嘿，安娜，你以前去过棒球比赛吗？不，约翰，我还没有。你为什么问？好吧，我想这个周末去当地的棒球比赛可能会很有趣。门票很便宜，这是度过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的好方法。我不知道，约翰。棒球有点无聊，不是吗？我的意思是，他们所做的只是大部分时间待在身边。你在说什么，安娜？棒球是目前最令人兴奋的运动。球场的快感，球棒的裂缝，人群的轰鸣声。好吧，好吧，我明白了。你是棒球的忠实粉丝，但我只是觉得这不是我的事。来吧，安娜。除非你尝试，否则你永远不会知道。谁知道，你甚至可能接到犯规球。犯规球？你知道怎么接棒球吗，约翰？我当然知道，安娜。我以前玩过小联盟。如果我接到犯规球，我会把它当做纪念品送给你。好吧，在这种情况下，我想试一试也没什么坏处。但是你欠我一只热狗和一杯苏打水。交易，安娜。这是约会。谁知道，也许你毕竟会成为棒球迷。第140课，我们朋友的房子很干净。嘿，安娜，你最近去过我们朋友家吗？是的，我上周去过那边。你为什么问？我只是想知道，他们的房子有多干净。每当我在那里时，它总是看起来一尘不染。他们的房子肯定很干净，约翰。但是你知道，我确实注意到沙发底下有几只小兔子。真的吗？这对我来说听起来不太干净。好吧，我想他们只是错过了一个位置。我的意思是，在清洁方面，没有人是完美的。我想这是真的。但是还记得我们去那边的时候，他们的厨房一团糟吗？对了，我记得了，到处都是脏盘子。别忘了粘稠的台面和沙发上那堆衣物。哈，是的，就清洁度而言，那绝对不是他们最好的时光。没错。那么我们怎么能相信他们的房子现在真的很干净呢？我想我们只需要相信他们的话，约翰。或者也许我们应该突然停下来亲眼看看。哈，这是个好主意，安娜。没有什么比一次出人意料的拜访来真正测试某人的清洁技能了。或者没有，约翰。我们开始做吧。请点赞并订阅。欢迎观看我们频道的更多视频。